你有没有想过，人类最早的一些文字记录可能藏着一个至今还没被找到的入口？一块超过4000年的泥板就静静躺在博物馆的角落里，大多数人从它面前走过，甚至不会多看一眼。但问题是，这块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泥板里隐藏的内容却让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甚至阴谋论者争论了几十年。因为他写的不只是神话，他不仅描述了一个地下世界，甚至还给出了相当精确的地理线索，指向一个入口。而更诡异的是，这个入口所在的位置，如果你了解古代人类在亚洲的迁徙路线，会发现它居然完全说得通。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讲一个神话，而是一步步拆开这块泥板，看看苏美尔人当年到底写了什么，这些信息是怎么被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以及他们所描述的那个入口究竟有没有可能真的存在。这块泥板在大英博物馆有编号，叫 K.3657， 在伊斯坦布尔还有一块几乎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它出土于古代城市尼普尔，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一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把它当成冥界或者地狱的描述，但实际上它讲的并不是死后的世界。泥板里提到的库尔被明确描述为一个真实存在于地表之下的地方，是一个物理空间。据说那些被称为阿努纳奇的存在，最初就是从那里来到地面，然后才升上天空。更关键的是，这个地方的描述非常具体，那里有大片水域，有永恒的黑暗，但黑暗中又被会发光的石头打破，还有一个天空，只是这个天空不是向上延伸，而是向下弯曲。几千年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些只是神话中的象征表达，是对来世或者精神世界的隐喻。但事情在1692年发生了一点变化，一位天文学家提出了地球中空的理论，认为地球内部可能存在多层结构。到了1818年，甚至有人进一步提出地球两极可能存在真正的入口。从那一刻开始，那些古代关于地下世界的记载就不再只是单纯的神话了。而真正让人起疑的是，这块泥板并不只是描述那个地方，它还给出了一整套类似导航的信息。它提到了一座吞没太阳的山，一条倒流进岩石的河，以及一个距离青铜诞生之地7天路程的位置。听起来像诗句，对吧？但问题在于，苏美尔人在记录贸易路线、战争行军或者朝圣路径时，往往是非常精确、非常现实的。于是有人开始重新解读这些线索。196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语言学家塞缪尔·克莱默提出一个关键观点：泥板中被翻译为吞没的那个词，其实也可以理解为进入或者穿入。换句话说，这不是太阳落山，而是太阳进入一座山。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一座内部有巨大开口，能够让阳光深入的山体结构。第二个线索，倒流进岩石的河同样耐人寻味。河流通常不会倒流，除非出现潮汐逆流的情况，但流进岩石显然指向另一种可能，一条河流直接进入地下洞穴系统。如果你把这两个条件叠加，异常水流加巨型洞穴结构，那对应的其实是一种非常特定的地质环境。而第三个线索可能是最关键的，从青铜诞生之地出发，7天路程。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而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本身几乎不产锡，而锡却是制造青铜的关键材料，所以他们只能依赖进口。而当时最主要的锡来源其实就在中亚山区，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国西部一带。如果从这些青铜生产中心出发，按照古代行程计算7天路程，你会被带进一个非常具体的地理范围。事情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变得不对劲，因为接下来现代 DNA 研究竟然和这些古老记录产生了交集。2019年，一项发表在《自然》上的研究分析了中亚和东亚多个人群的遗传标记。研究团队发现，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也就是这块泥板被制作的同一时期，生活在天山山脉一带的人群出现了一次明显的人口瓶颈。简单来说，就是人口数量在短时间内大幅减少。但问题是，这次变化并不像瘟疫或者饥荒造成的，因为基因多样性并没有消失，而是发生了转移。就像是有一部分人群突然离开了这个区域，然后在几代人之后又重新回到了这里，带着相似的基因标记，却出现了不同的线粒体 DNA 结构。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灭绝，而是去过某个地方，然后又回来。
而天山山脉本身恰好是亚洲最复杂的地下系统之一，横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以及中国西部这一带，分布着大量巨型洞穴网络。仅巴托姆地区就已经记录了超过4000个洞穴，其中不少延伸数公里，深入地下。更关键的是，这些洞穴里确实存在和泥板描述高度吻合的现象，比如巨大的地下河流在岩层中穿行，完全黑暗的空间里却因为矿物反应产生微弱的自然光，还有那些弯曲的洞顶结构，如果用古人的视角来看，很容易被理解为倒转的天空。看到这里，一个问题就绕不过去了，苏美尔人为什么会知道这些？他们生活在两河流域，怎么可能对中亚的地下洞穴系统有这么具体的描述？答案可能藏在一条更古老的贸易网络里。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人类早就建立起了更早的跨区域通道，有学者把它称为西之路，也叫青铜之路。这条路线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已经连接起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亚的矿产区域。考古学家在苏美尔城市乌尔发现的泥板中就记录了商队长途跋涉的细节，他们会翻越山脉，穿越陌生地带，花上几个月时间只为获取锡矿。这些并不是随意的贸易，而是高度组织、详细记录的远征行动。所以如果把这一切拼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件事儿，这块泥板里描述的库尔很可能并不是神话，它更像是一段被记录下来的真实地理发现，甚至是某次远征中无意间进入的地方。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把泥板中的3个线索和古代西贸易路线叠加在一起，它们最终指向的会不会是同一个地方？而那个位置很可能就在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如果把前面的所有线索叠加在一起，它们最终会指向一个地方，一个在古代就已经非常重要的青铜生产区域，同时也正好位于古老贸易路线的交汇点。而这个地方几乎完美对应了泥板上的所有描述，就是今天中亚地区的孔伊古特洞穴系统。在当地的塔吉克传说里，这里还有一个名字叫入口之门。这个洞穴的入口就在一座山的底部，由于特殊的角度和朝向，每年夏至的时候，阳光会直接照进洞穴深处那座吞没太阳的山，而洞穴内部还有一条地下河流贯穿整个系统。更诡异的是，这条河流会受到地下巨大水体的影响，每天出现2次逆流现象。那条倒流进岩石的河，再看洞壁，上面嵌满了含锡矿物，在黑暗中会产生微弱的发光效果，就像地底的星空。听起来像神话，但这些全都是真实存在的自然现象。上世纪60年代，苏联地质队曾经对这片洞穴系统进行过探索，他们已经确认的部分就超过14公里，而声纳探测显示，真正的规模可能远不止这些。更深层的温度异常表明地下存在地热活动，而回声测试则发现内部有巨大的空腔结构，有的甚至高达300米。但这些还不是最离谱的，真正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他们在洞穴深处发现的东西，人类活动的痕迹，而且不是现代的。他们发现了青铜时代的陶片、工具残骸，甚至还有刻在岩壁上的符号。这些符号不属于当地任何已知文化，却和苏美尔楔形文字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想象一下，几千公里之外的两河流域文字出现在地下1500米的洞穴墙壁上，这个发现很快被封锁。1967年，苏联方面以地质不稳定为理由关闭了洞穴入口，但在90年代解密的一些资料中，真正的原因开始浮出水面。探险队在最深的洞穴区域发现了一些明显人为建造的结构，规则切割的石块墙体，地面上用于引水的沟槽，还有一个用途不明的圆形平台，而这些结构周围刻满了类似苏美尔的符号。其中一位参与调查的地质学家在去世前接受采访时提到，他们在最深处看到了一道石拱门，那不是自然形成的，拱门上反复出现一个符号，和泥板中库尔的符号完全一致。而在拱门之后，声纳设备探测到的不再是普通洞穴，而是一个无法测量边界的空洞，不是一个洞室，而是一个巨大到无法回声成像的空间。当他们用地震波测试时，回声显示这个空间向各个方向延伸，范围以公里计算。那么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什么？是通向某个未知空间的入口，还是一片尚未被完全探明的巨大地下结构？
但真正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还不是这些，而是 DNA。 同一项2019年的研究还发现，生活在费尔干纳盆地一带的一些现代人群携带着一种非常特殊的遗传标记，这种标记与周边所有人群都不匹配，却和古代两河流域的 DNA 样本极为接近。问题是，如果这是贸易导致的人群流动，这些基因应该沿着路线分布，但现实却是它们高度集中在几个特定村落，而这些村落恰好就在孔伊古特洞穴附近。更离奇的是，这些地方还保留着一些口述传统，他们的祖先来自山的下面，其中一个村庄至今仍保留一种仪式，他们会进入洞穴上层空间，留下食物、盐和青铜制品作为供奉，然后念出一些自己都听不懂的古老词语。而在2015年，一位语言学家对这些词语进行了记录和分析，结果显示，那竟然是极为古老的苏美尔祈祷词，内容是请求库尔之中的存在赐予通行与庇护。那问题就变成了最后一个，如果那里真的存在某种入口，人类为什么要进去？根据泥板的记载，库尔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它还是一个知识的源头。文中提到，阿努纳奇曾在那里教会人类掌握地球之血的秘密，而今天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地球之血很可能指的就是冶金技术，包括青铜的制作、矿物提炼、合金比例，这些技术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前后几乎是突然出现的，没有明显的渐进过程。而泥板中还有一句话曾被当作诗意表达忽略掉，不会燃烧却能承载火的石头，直到后来考古学家才意识到，这句话很可能并不是比喻，而是在描述石油，也就是原油。费尔干纳盆地这一带正好位于中亚最丰富的石油分布区之一，古代生活在这里的人很可能接触到天然的油渗现象，甚至在洞穴内部，由于压力作用，石油会从石灰岩裂隙中冒出来。如果苏美尔人在锡矿贸易远征中发现了这些现象，那就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产生兴趣，而不仅仅是神话描述。他们可能把这些地下渗出的石油当作一种来自地底的火，这种东西可以点燃，可以发光，可以提供热量。在他们的认知中，这就像是来自库尔之神的馈赠。泥板中还有另一个细节，直到最近才被重新重视。他提到，进入库尔之前需要进行血液的净化，多年来这一直被解释为一种宗教隐喻，也就是进入神圣空间前的仪式性净化。但2021年一项关于高海拔洞穴系统的研究指出，现代医学已经知道深层洞穴环境的空气成分和地表有明显差异，二氧化碳含量更高，氧气比例不同，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较高浓度的氡气。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人群会逐渐发展出适应低氧环境的基因特征。费尔干纳盆地的海拔在1000到3000米之间，当地现代人群中发现了 AGO1 和 EPAS1 基因变异，这些变异通常出现在高海拔适应人群中，而古代生活在接近海平面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并不具备这些适应能力。从两河流域进入高海拔洞穴，在深入空气成分异常的地下环境，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高原反应、缺氧，甚至致命的生理压力。所以所谓的血液净化可能并不是隐喻，而是一种原始但真实的认知。只有身体适应环境的人才能安全进入更深层的区域。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苏美尔文本中提到需要进行长时间准备，并且只有特定的人被允许进入库尔。在费尔干纳盆地现代人群中发现的这些基因标记，包括 AGO1 变异，其分布也有一个异常现象，它们在洞穴附近区域的集中度明显高于周边地区。这种分布模式通常意味着存在较强的选择压力，就像是在这种特定环境中，只有具备这种适应能力的人才能长期生存下来。接下来就要面对一个最具争议的问题，中空地球理论。苏美尔泥板真的在描述一个地球内部存在文明的世界吗？从现代地震学来看，答案几乎是否定的。科学已经明确证明，地球内部结构由地壳、地幔和地核组成，不存在能够容纳文明的巨大空腔。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的这些记录完全是虚构的，更可能的情况是，古人发现了极其庞大而复杂的地下洞穴系统，这些结构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他们看到了地下河流、生物发光的矿物，以及看起来违反常识的地质结构，于是用他们所能理解的语言去描述这些现象，比如神、圣域和宇宙意义。泥板中提到
天空向下弯曲，其实很像是在描述一个巨大的洞穴穹顶。如果一个人站在一个高达300米的洞穴空间中，顶部嵌有发光矿物，从视觉上看，确实会像一个倒转的天空向下包围着你。巨大水域可以对应地下河流系统，而永恒黑暗中被发光石头打破，正是生物发光矿物在洞穴中的真实表现。所以苏美尔人记录的内容很可能是真实的自然现象，但他们用神话的方式去理解它。但问题还没有结束，苏联探险队在1960年代报告的那些人工结构仍然无法完全解释。如果这些结构是自然形成的，那为什么要对发现进行保密并封闭洞穴？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地质不稳定，但该地区的地震记录并没有显示出足以支撑长期封锁的风险。有一种理论认为，苏联探险队发现的并不是什么地下文明，而是古代采矿活动的遗迹。俄罗斯考古学家在2003年提出，这些所谓的结构可能是青铜时代矿工在洞穴中建造的设施。他们在洞穴系统中发现了丰富的铜矿和锡矿，并在地下建立了用于开采的基础设施。那个圆形平台可能就是一个作业区域，那些水道可能用于清洗矿石，而那些苏美尔式的铭文也可能只是所有权标记，或者与采矿活动相关的宗教献祭符号。这种解释其实非常合理，因为古代矿工在面对高价值资源时，确实会在极端环境中作业，包括深入地下的洞穴系统。苏美尔人在中亚进行锡矿贸易是有充分记录的，如果能证明他们不仅仅是交易，而是亲自参与开采，那将是一个重要发现，但并不至于颠覆历史。然而，这种解释可能会挑战当时苏联关于该地区工业发展和资源归属的叙事，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当年的发现会被保密，并最终封闭洞穴。不过，那位参与调查的地质学家对声纳探测到的巨大空洞的描述依然无法解释。那是一个规模大到连声纳都无法测绘边界的空间，这既不像普通洞穴结构，也不像采矿留下的空间。世界上已知最大的洞穴空间，比如越南的韩松洞或者中国的苗厅，虽然规模惊人，但依然可以通过常规设备进行测绘。而一个连边界都无法确定的空洞，要么意味着设备出现了问题，要么意味着存在某种真正异常的结构。2018年，一支独立研究团队尝试进入孔伊古特洞穴系统。经过50多年的时间，当年的封锁已经逐渐松动，当地管理机构也不再受苏联时期的严格限制，因此批准了有限的进入许可。这支团队由地质学家、考古学家以及纪录片制作人组成。他们进入洞穴大约 2.4 公里之后，遇到了一段塌陷区域，而这段塌陷看起来并不像自然形成的岩石崩塌，更像是被人为堆放的石块，用来封住通道。团队使用地面穿透雷达进行探测，结果显示这段塌陷层的厚度只有大约6米，而在它的后方，洞穴系统依然在继续延伸，但由于缺乏挖掘设备以及进一步的许可，他们无法继续深入。他们随后发表的研究成果确认，在距离入口约800米的位置，发现了青铜时代的陶器碎片、工具残骸以及刻在洞壁上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这些铭文中出现的内容与泥板中的描述高度一致，包括进入库尔的路径以及相关的旅程描述。但这些铭文还包含了一些额外的信息、警告以及具体的路线指引，明确说明哪些通道可以进入，哪些必须避开。其中提到的一句话是会夺走呼吸的地方，而现代洞穴探险者都知道，这很可能是在警告高浓度二氧化碳或低氧区域。这类环境在深层洞穴中非常常见，所以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神话，更像是一份古代留下来的安全手册。这些前往该地区的苏美尔人把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用一种同时包含实用信息和宗教意义的方式进行传承。那块泥板真正想表达的并不是这里有一个通往地下世界的神秘入口，而是这里存在一个极其危险但又极其重要的地点，只有掌握特定知识和准备充分的人才能安全进入。遗传学的证据也支持这一点。费尔干纳盆地当地人群中发现的美索不达米亚 DNA 标记，说明这种接触是长期存在的，而不是一次性的远征。如果只是偶尔到访，不可能留下如此稳定的基因特征。更合理的解释是，这里曾经存在持续的往来，甚至包括技术人员和商人长期驻留，与当地人通婚，进行知识交换，并逐渐形成一种融合了实用经验和宗教意义的传统。这些在当地流传下来的传统很可能同时保留了实用层面的经验以及精神层面的意义。如今村庄在洞口举行的那些仪式，
也许只是当年青铜时代安全流程的演变版本。他们供奉的面包、盐和青铜并不一定只是神秘的祭祀，而更像是对采矿活动中关键资源的象征。面包代表食物，盐代表保存，青铜则象征冶金技术本身。那些所谓的祈祷词最初也许并不是宗教语言，而是工作中的口令、安全检查清单或者团队之间的协作指令，只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被转化成了神圣的颂词。这种解释并不会削弱这一发现的意义，反而让它变得更加惊人。苏美尔人在青铜时代凭借有限的技术和对自然的初步认知，竟然能够探索并记录中亚最复杂的洞穴系统之一。他们建立了横跨数千公里的贸易网络，把冶金技术传播到不同文化之间，并留下了足够详细的记录，让我们在4000年之后依然可以推测出他们曾经到达过哪里，看到了什么。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答案。在孔伊古特洞穴系统更深处那段被刻意封住的区域之后，究竟存在什么？我们不知道苏联探险队当年的记录是否完全准确，也不知道他们所说的那些人工结构到底是什么，更无法确定那个圆形平台究竟是青铜时代留下的遗迹，还是后期被误判的结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方面对进一步的探索并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这个地区地理位置偏远，政治环境复杂，而潜在的考古价值在现实中往往难以与高昂的成本和执行难度相匹配。2018年的那支探险团队曾经申请挖掘许可，希望清理塌陷区域，但直到现在，这些申请仍然停留在繁琐的审批流程之中。所以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其实很清晰，苏美尔泥板 K.3657 描述的很可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点，那些地理线索确实指向费尔干纳盆地，尤其是孔伊古特洞穴系统。考古证据证明，苏美尔人确实到达过这个区域。遗传学研究也显示，两河流域与中亚人群之间存在长期而稳定的接触。苏联在上世纪60年代的探索发现了足以被封锁的信息，而现代的进一步调查则在各种现实因素下被不断延迟。那这里到底是不是通往地心世界的入口？答案基本可以确定是否定的。中空地球这种说法在科学上站不住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地方不重要。相反，这里很可能是一套庞大而尚未完全被探索的地下系统，内部包含着青铜时代的遗迹以及可能存在的重要矿产资源，而那块泥板很可能确实提供了一套有效的导航信息。这些信息并不是通往神话世界的钥匙，而是一张指向真实地点的路线图。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神话本身，而是神话背后所隐藏的东西。那是一个古代文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记录，是他们用当时能够理解的方式对真实经历的整理和表达。他们留下的不只是故事，而是一张地图。下一次当你在看到那些关于地下世界的古老记载时，也许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这些人并不是在编造神话，他们只是用有限的语言记录下了他们亲眼看到的一切。所谓库尔之神，也许并不是什么神秘存在，而是那些掌握了技术和知识的人，在当时看来如同神一般。有时候真相比神话更离奇，不是因为它虚构，而是因为它真实。一个跨越大陆的青铜时代采矿网络，一段被记录在泥板上的远征路径，一种通过基因延续至今的联系，这一切远比任何地心文明的想象更加震撼。而在中亚某座山的深处，在那段被刻意封住的通道之后，那些尚未被完全揭开的部分也许仍然在那里。它不是消失了，只是还没有被真正看到。